这要说起水怪，在全球还真不少，比较著名的在中国就有4个。那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最著名的5大水怪，看看它们到底是人为制造假象，还真正的未知生物。那第一个就是尼斯湖水怪。尼斯湖水怪的传闻最早出现在6世纪，从1500年前开始就有关尼斯湖水怪的传闻。在传闻中，水怪是一头食人恶魔，而到了近代，更是有人拍下他们的照片，称水怪是真的存在。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呢？关于尼斯湖水怪的最新解释是来自英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尼尔·克拉克博士。为了认证尼斯湖水怪这神秘传说，他为此整整调查2年，查阅大量与水怪相关的资料。最后，他给出了一个让人们难以接受的现实，那就是尼斯湖水怪很可能是一位马戏团老板出于宣传故意制造的杰作。所谓的水怪，只不过是在水中嬉戏的马戏团大象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尼斯湖水怪传闻闹得最凶那一年，英国伦敦一家马戏团老板带领他的宠物正在附近演出。有资料记载，马戏团里养着几只大象，演出完毕，他们最喜欢的休闲方式就跳进尼斯湖，美美的洗上一个澡。如果只有这一点，可能还引不起尼尔·克拉克的注意。关键在于，在刚有尼斯湖水怪的消息传出后，马戏团老板竟然悬赏2万英镑来捕捉水怪。要知道，在1993年，这些钱可不是小数目。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水怪又不能被驯服表演，这样做根本吃力不讨好，这让尼尔·克拉克起了疑心。他利用当时最新的电脑合成技术，在屏幕靠近水怪出现的地方再现大象洗澡情景。他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大象体型笨重，洗澡时经常只在水面上露出带有拱着头顶、后背和长长的象鼻，而这个姿势可以说与尼斯湖水怪几乎一模一样。由此，尼尔·克拉克判定尼斯湖水怪很可能就是大象。第二，长白山水怪。长白山水怪其早在清朝就已出现，并记载了长白山江冈之列中，而近几十年来，水怪出现的越来越频繁，这甚至引起了外国媒体的关注。经过专家们分析，像什么水濑说、黑熊说、古生物、天外来客等等不一而足，但这些也仅仅是猜测，甚至有一些早已被专家们否定。而最新的一个说法是，长白山天池水怪很可能是翻车鱼，因为水怪的行为与翻车鱼极其相似。专家们猜测，可能是由于长白山的火山运动，使得天池连接了日本海，让翻车鱼进入了天池，这才让人们误认成水怪。当然，这仅仅是个猜测，直到至今，天池水怪也并没有个准确的说法，它依然是一个谜。第三，加拿大湖水怪。加拿大湖水怪，它又被人们称为奥卜古卜，它一直很神秘，几乎可以同最著名的尼斯湖水怪相提并论。那它真的存在吗？从1968年发现到至今，人们对加拿大湖进行了多次探索。为了证实水怪的存在，他们使用网具、派潜水员潜入湖底等等，可这些都无功而返。这真是应那句话，想找时怎么也找不到，不想找时莫名其妙就出现了。那有没有可能奥古布古水怪其实就是一场炒作？因为奥古布古目击者集中时期是在上世纪70末，那一段时间尼斯湖水怪伴随着恐龙之说传遍整个欧洲。而巧合的是，奥古布古水怪它现身到消失，在时间上也基本与尼斯湖水怪相吻合，这是不是太巧了？那会不会是当地牧民为了活跃当时经济的一种方法，以水怪作为吸引外界游客的手段？当然，这纯属个人猜测。第四，喀纳斯湖水怪。喀纳斯湖位于新疆北部，其实在当地牧民中一直流传着湖中有巨熊水怪的传说，因为在他们放牧时，常常有怪物将在湖边引出的马拖入水中，这也让当地人对喀纳斯湖尽可能敬而远之。在上世纪80年代，有人首次目睹了水怪的出现，随后30年间，水怪频繁出现。为了弄清喀纳斯湖水怪的真相，不少专家去当地考察。1985年夏天，一支科学考察队来到了喀纳斯。最初，他们在湖边巡视几天都一无所获。可是，一天早上，湖水的声音突然有了变化，湖面上泛起一朵浪花，浪花下面有一巨大身影在游动。在望远镜里，科考队队长隐约看到一条红色的巨兽缓缓游过，并迅速消失。而在随后的几天，科考员也看到在蓝色的湖面上多了很多红褐色的圆点，像蝌蚪一样的鱼头，并且在湖上形成了巨大的阴影。根据他们目测，大鱼总共有60多条，并且保守的认为它们的长度一般都在10米以上。惊人的发现使得队员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为了证实这一猜测，他们决定捕捉一条大鱼。虽然最终并没有成功捕到，但结合当地人对水怪的描述，几乎可以证实水怪似乎就是这条大鱼。第五，潜伏水怪。潜伏水怪又经常被称为美国的尼斯湖水怪，这是在美国上普兰湖中发现的神秘动物。在网上对潜伏水怪的各种描述有很多，其共同的特点是长约10到100英尺，暗黑色皮肤，它的头看上去非常像蛇或者狗的头部。在1981年，纽约时报刊登录了目击者拍到的潜伏水怪的照片，随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这些照片被认为的是证实潜伏水怪存在最好的证据。随后又有多名生物学家及学者去上普兰湖研究，耗费大量人员和时间，可最终也没研出一二。
随着时间流逝，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但2003年，相关调查机构揭露，之前潜伏水怪的照片是造假的行径，那些所谓的怪物只是湖中漂浮的木头而已。大家还知道哪些有关水怪的传说？可以在下面留言。好了，我叹为观止，我们下一期再见。